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雾川县的石槽乡这边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自然形成的天坑啊。那么这里呢，就是天坑的一个入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里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浪水天坑啊。这个天坑应该是非常漂亮和有看点的，不然的话不会开发成景区啊。停车场都这么大，然后还专门做了一个天坑的门牌。哇，就是这里，这里竟然有一个天生桥，哇，超级漂亮的，好高啊！我们可以看到下边还有一个洞还是坑啊，特别美的一个地方，下去看一下。这个呢就是天生桥，而且感觉也非常高啊，这个天生桥。那么下面呢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天坑。它这里呢是集天生桥、天坑为一体的这种喀斯特地貌奇观，非常的神奇啊！这个大自然真的是鬼斧神工啊！哇，看看这个现在都没什么人来玩，以前估计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景区啊。大家可以看看，现在基本上都没什么人来玩了。然后这个下这个天坑的道呢，都是长满了这样的杂草啊，边上这些木料呢也是比较旧了。其实这样的景区是非常的漂亮的，为什么没有人来玩呢？哈，大家看一下这个天生桥啊，真的非常的壮观，上边就像一块石头盖上去的一样。这个我们真的有时候不得不感叹这个大自然的神奇啊！这个上边是天生桥，看一下这里一个洞进去，感觉看去让人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这边也是一个坑啊，所以我跟朋友们讲啊，如果你们喜欢到大山里面去转的话，真的要特别小心，因为在这些山里面呢，有大大小小的天坑是经常容易见的。这个呢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天坑，但是有很多这种小坑的话是一点点的，你不小心踩进去的话，它就可以跌落很远，几十米的甚至几百米的都有，所以要在山里面去转是要特别小心的啊。这个天生桥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是一层一层的这个岩石是在进行风化的，包括这个顶部啊，它也是一层一层的在进行风化。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在几千万年后、上亿年后呢，这个天生桥是不复存在了，因为它现在是在一层一层的往下再掉这个岩石啊，已经掉了，上面只剩下那么一块在盖住了。如果再过个若干年、上亿年后呢，或许就已看不到这个天生桥了啊。这个地方呢，就是集溶洞、天生桥、天坑于一体的大自然奇观哈，特别的震撼啊！如果朋友们喜欢这样的景象呢，大家可以自己过来这边看一看哈。这个才是真的没得路，车子一走就有路了。是山本无路，是啊，真的人多了，自然就有路。哎呦，我还是市区的车安逸说老实话。人家不晓得的，以为你开起车在草原上乱撵了。这个路子我都敢来，我晓得嘛晓得。你才晓得老太是啷个情况，没来过的肯定不敢来。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绥阳县青冈塘镇这边的一座山上。前北离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也就是我们遵义这边的三龙自媒体人，他从
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呢就没有做自媒体了，今年呢他就承包了几千亩地啊，这个山上呢就有差不多1000亩，还有别的地方有1-2千亩，然后在这上面种了辣椒，而且他还花了18万从下面修了一条路到这个山上来。我觉得他是真正喜欢农业并且从事农业的人。这上面种了好多的辣椒，刚刚我们从山下开车上来也要开好久。这些都是他们采的辣椒，然后他们这个山上呢还有好多的地方是空着的，整个山上有差不多1000亩的这个草地荒地，全部是没有种什么东西的，就种了一些童子树在里边啊，可以说是一个搞种养的好地方。这些都是他们采的这个辣椒。它这个整座山上呢总的面积接近1000亩，然后之前的话种的是童子树，然后等于今年呢他花了18万把这个公路修到这个山上来呢，然后在山上这种凹槽的地方，就土地比较好的地方呢是种了这个辣椒。除了这个挖公路的18万呢，然后他种辣椒总的投入也接近50多万吧。今年的辣椒呢行情也不太好，他除了修公路的18万之外呢，还投入了50多万在山上种辣椒。但是呢我向他了解了一下哈，他整个今年是没有挣钱的，甚至说有稍微的一些亏损。今年呢我跟尼哥见过2次面，第一次见面的是年初，明显这一次见面呢他瘦了好多，所以说干农业真的是不容易，非常辛苦啊。尤其是现在收辣椒的时候，他基本上每天都是忙到晚上10点11点的。即使是这么辛苦了，也还是没有挣到钱。所以说呀，在我们贵州大山里面交通不便的这种地方来搞农业创业的话，确实想挣钱真的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啊。不管是种植、收割、运输等等各个环节，它的人工成本都是非常巨大的。不过用尼哥的话说呢，就是说虽然自己没有挣到钱，也很辛苦啊，但是呢也为当地老百姓提供了一些就业的机会，这个也挺好的。你像现在他们在这里跟他采辣椒来装车的话，基本上每个人一天有的手脚慢一点的呢可以挣100块钱，手脚快一点的一天可以挣到170-180。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对当地老百姓有一些好处的哈。采辣椒的村民跟我讲呢，他们也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大山上会通车，因为已经丢荒了很多年。那今年这个一整理出来一看的话，真的是焕然一新，整个上面风景也是非常漂亮，而且他们如果要上来做什么呢，也很方便了。有很多朋友呢在网上跟我留言哈，说让我在贵州呢帮他找一找这个大面积的荒地啊、无人居住的地方啊，他们来从事种植养殖的这种创业啊。但是呢其实我自己去找呢跟大家一样，都是属于这种大海捞针。那黔北尼哥呢，他对于他们青冈塘镇包括他们整个绥阳的一些土地资源都是比较清楚的，因为他本身也从事农业相关的这个事情，是吧？所以呢大家如果说真的确实有想到贵州大山里面来做这种种植养殖的创业呢，大家可以来联系黔北尼哥，因为他比我更清楚这边的土地资源的分布情况啊。其实我本人呢也更希望很多的人到农村来创业，带动一下农村，但是很多时候呢也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啊。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啊，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